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由杰里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爱要有你才完美。我们的节目是由娃哈哈营养快线、幸福牵线赞助播出的。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情感观察员、著名的影视明星陈思思老师，欢迎你。大家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马丁马老师，大家好。大家好。著名心理学家陶思雪老师，大家好；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接下来，让我们大家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们两个是2012年认识的，也就是一见钟情吧。一起的时候，他很关心我，无论是我的身体状况啊，还是工作的压力啊，他都很关心我。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就是说，父母，尤其是我父母，根本就不同意这事儿，而且他给我父母留下的印象就是一点都不好。他办事特别拖拉，没有自己的主意，特别听他妈妈的。他是比我大3岁，他觉得我做事的时候有一些不太成熟，他觉得很幼稚。我觉得无论是谁吧，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根本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一个男人到底有多幼稚，幼稚到都伤害了他心爱的女人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今天的转门，请出我们的这对嘉宾朋友，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阿凯24岁，来自长春，是一名技术员；女主人公小丹27岁，来自长春，是一名职员。在你们的身边的这口密码箱里面藏着你们自己的秘密，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跟所有的人分享吗？我愿意把我们的秘密公布于众。我愿意把我们的秘密告诉大家。好，两位有请。他比你大3岁哈。的确，他真的会很体贴，很会照顾人，对我非常的好。是这样吗？不是，他幼稚的事太多了。他有多幼稚啊？你告诉我。2个多月之前吧，我当时怀孕了，然后他把我打了。大家觉得这事儿他做的对吗？的确是我不对，我打完你我以后真的很后悔。现在孩子怎么样？孩子我已经打掉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打掉了。你为什么跟他动手啊？那天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母亲，毕竟未婚先孕，一般家庭还不是很接受这些。然后呢，他和我妈妈发生了一些争执。我这个人本身呢就是很乖的那种，我为了他和我母亲顶嘴，但是他呢却还是不依不饶对待我的母亲。我不依不饶是因为啥呀？你自己不知道吗？他妈说这孩子不是他的，我跟他处了1年多，他家根本就没把我带成他家人，而且他妈始终就看不上我。不是，妈妈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呀？这个说来也是巧，2个月前吧，下楼的时候我也没注意，摔倒了，尾椎摔坏了，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因为我摔伤那个阶段和推算有孩子那个阶段时间是差不多的，我母亲认为我那时候在住院，不可能和他有孩子。但是我跟我母亲解释了，那孩子的确是我的。他爸他妈压根儿就没觉得这孩子是他家的，所以我当时特别生气。然后我知道这个孩子是我的呀，我自己去把孩子做掉的。我已经说了，这个孩子是我的，我告诉他们了。但是我解释了，你也不应该把孩子打掉啊。不，等等啊，那你怎么又打了他呢？还没说打他这一节呢。主要是因为他跟我母亲争吵，毕竟那是我的母亲，我当时有时候很冲动打了他。他母亲为什么不喜欢你？本来就是我比他大3岁，可能老人家就不太喜欢，然后还觉得我太强势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强势，我对他一直都特别好，他从上到下都是我给他买的。你跟他父母的关系怎么样？也有一些矛盾，他父母觉得我比较小，不能照顾好他们。因为他说话办事实在是太差劲了。第一次去我家见我父母，给我爸拿了盒烟。一盒烟，1条烟不挺好的吗？那烟600多块钱呢，我自己都舍不得抽啊。我也不是有意打开的，这烟吧，其实是我帮同事帮了点忙，然后他送我的。在单位里呢，人多眼杂，然后不想让别人知道是别人送我的，我就假意的就把包装给打开了但是我里面什么都没有动。第一次去我家就带这个。再说了，你说
老人嘛，他就是图个开心。你说这事儿完全你可以变另一种形式跟我爸说，你就说你给我爸买盒烟，然后你同事不知道随便打开了，这也行。他说这烟是别人送他的，然后他又送给我爸了。那天还发生一事儿，就我妈新买件衣服穿给我们看，说好不好看问我们，然后他说阿姨穿这衣服真富态，富态不就是胖吗？现在女人都讨厌别人说自己胖，对吧？那你完全可以夸过我没那个意思，你完全可以夸过我妈漂亮，或者这衣服漂亮，你为啥非得说我妈胖啊？富态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个褒义词嘛，就这么点小事就过不去。这还不算呢，我俩之前发生这事儿，给我爸气的都不行了。他同事和他朋友什么的叫我们一起出去泡温泉。但是吧，我从小到大，我家都管我特别严。当天吧，我跟我爸撒了个谎，我说我去同学家，可能晚上不一定回来了。说完之后，我们在那边玩呢，然后我不知道他把我手机关机了。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我开机一看，我爸给我发了老多条短信了。你干嘛关机啊？那时候大家一起玩嘛，都玩挺开心的。每次吧，他家里给他打电话，不是打半个小时就是40分钟的，多影响气氛呢。你说大家都玩那么开心。关键是我当时撒了谎，我说去我同学家，然后我爸着急给我同学打电话，我同学说根本就没有这事儿，我爸更着急了。你说我家就我自己一个孩子，虽然我现在这么大了，但是你说我爸我妈养我这回再丢了咋办？然后之后给他打电话，他接电话可倒好，那语气简直了。我也不是有意的呀，主要是叔叔一接电话就我说我和他在一起，叔叔立马就骂起来了。我也是有点脾气，然后也争吵了一下子但后来嘛，我把他送回家，我想跟叔叔道个歉嘛。可是他爸呢，我一进他家以后，他爸拽住我，完以后就报警，说我拐卖他姑娘。就因为这事儿，我还去一趟派出所，让我那个朋友啊、同事啊都知道这事儿了，我都抬不起头来。现在那不是因为这事儿，我不也是跟我爸吵起来了吗？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咱俩搬出住吧，他说行。然后结果说让我上他家住去。我家不是大吗？去了吗？去了，主要是我俩挣的也不多长春租房子1个月还挺贵的。我寻思搬到我家来，我爸我妈呢也能那个照顾我俩嘛。我在他家住那些天，我都憋死气了。他现在都20多岁了，然后他爸他妈天天就跟哄孩子似的。他妈每天早上是把衣服都给他摆好了，然后再配一双鞋，而且他妈给他搭配那衣服都老难看了。他妈50多岁了，那眼光就老头。然后之后呢，他妈说我买的不好看，非得按照他的这个搭配总是因为这些小事，我跟他妈没完没了的吵。这也没法好了。他这样就天天办事办不明白，啥整不明白，然后就在家像乖宝宝似的，听他爸听他妈的话。你说我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到未来。咋看不到未来了？你看，自从我知道你把孩子打了，我很有诚意的领着我妈去你家，但是呢，我到他家，他妈立马给他爸打个电话，问准备好了吗？我还开始还以为是准备饭呢但是结果呢，一会儿他爸呢领着他的那个叔叔阿姨啥的都来了。干嘛？说要削我，说打着我腿，发生很大争吵。后来也是邻居报警了。我这一辈子就进过这么2次派出所。以后你肯定还会进，给孩子上户口得去派出所吧？没关系。现在都闹成这样了，我觉得我俩就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然后他天天还拖拖拉拉、磨磨唧唧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呀，上我家去找我去。我觉得他这样就是耽误我。我现在都27了，我也得找我自己以后的未来啊。等于现在你想分开？对。你父母什么意见？因为我在他家住那些天，然后我回家跟我爸妈说了，我爸妈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不太合适，他根本就不能照顾我。你父母的意见呢？现在我跟我父母也讲了，他之前怀的孩子是我的，我父母现在也慢慢的接受我们这边的感情。我妈也觉得他挺愧疚的，毕竟因为他的一时冲动让他把我们的孩子打掉了。现在你们俩情感最大的障碍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应该是他的这一关吧。我觉得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真的是想和你在一起，我真的想和你有一个未来我跟你没有未来。好吧，有没有未来？先听听我们情感观察员和我们爱情导师他们是怎么看的。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说，我特别理解小丹的心情。你说哪个女孩能忍受得了说你肚子里的娃娃不是我孩子的？这是一种羞辱，搁谁都受不了。所以小凯，问题现在就在于你了。你说你这孩子吧，岁数不大，那你不能不长心眼啊。你说咱们东北人
最好面了，是不是？你头一回上老丈杆子家去，你不给自己脸上长脸，你还往自己脸上倒抽2巴掌，这谁救得了你？这孩子就是情商太低。我说这女孩吧，好像是都是她的不是啊，幼稚是吧？不值得托付，你就成熟吗？你作为一个女人，自己怀了孩子，该怎么办？这是一条生命，没有人能比你更能做主这件事情。打掉孩子这件事情很伤人，不管是你自己，他，还是你的父母，包括他的父母，都受伤。你因为跟他妈妈赌气，跟他赌气，伤害了自己的孩子。姑娘，如果你真认定他是一个完全说话没分量的，不能对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负责任的人，你就不应该怀这个。你觉得你成熟吗？然后说这男孩几句话。其实在这个年龄不成熟很正常，但是你不能被动的等着成熟。你的女人就到你家里来了，需要你照顾了，你得显示出一个将来能负责任的大丈夫的角色啊！你还依偎在你爸妈身边，让他们照顾你，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无法保证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尊严，还怀疑到孩子的问题，你也够丢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痛彻心扉啊，但是我听了弟弟，我都替你难受，自己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和女人，导致孩子没了，你还在这说什么责任感啊？其实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现象还真的是蛮普遍的。就我们的家长比较关注的都是这个孩子的成绩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而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度的成熟是比较忽略的部分，都会寄希望于说等他25、30的时候自然就能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扛起事业的责任，但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难的。这个男生刚刚站在那里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来过家家的一个小孩就是他的整个身体语言，包括现在的这个身体语言所传递出来的，都还是一个小男生的姿态。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呈现。那他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还真的是姑娘，那这个孩子还真的蛮努力了。我怕他像你说的那样过家家游戏。可是对不起，你也不够成熟。从你刚才的，虽然你表现的是我照顾他，你做很多事，但你只是像姐姐，而不是女人。你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你在这边住了20多天，然后回到家立刻就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讲这边是什么事情。你的行为表现也是一个小姑娘，在外面受了委屈，然后回来就跟爸爸妈妈告状。那一个成熟的女人，她是需要自己去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的，包括孩子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心理成熟度上来讲，你们2个人不相上下。就是还蛮匹配的。很匹配，对。而且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当我们非常讨厌一个人身上的行为的时候，这是一个心理投射，往往意味着这是你自己排斥的一部分。当你嫌弃他幼稚的时候，其实幼稚恰恰是你自己不希望看见的，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特质。所以你需要去学习面对，让自己成熟。那当你自己愿意成熟的时候，你也会很喜欢看着他跟你一起共同成长。你要知道，一段关系最稳定的就是2个人能够一起成长。你们3个人搭的可真好，一个骂女的，一个骂男的，一个和稀泥。那接下来我们的爱情导师会说些什么呢？我们听听涂老师怎么说。那我就说说父母吧。说是中国的爱情无非是4种：刻骨铭心的爱，始乱终弃的赖，生离死别的哭和棒打鸳鸯的坏。我就不明白，在子女的择偶问题上，除了对方的生理健康或者是道德品质上如果没有问题，你干嘛要去干涉别人的婚姻？此时此刻站在台上的仿佛不是你们俩，而是你们俩的父母，而且你们俩父母在抽自己的耳光。为什么呢？事实上证明他的教育是失败的。第一，你说他不敢独立，他要把你拎回自己家里住，你从他们家搬出去之后，你可不也回了自己家吗？你自己也没自己独立，好好冷静一下呀，你掉头就回家了吗？是吧？第二，不敢承担责任，有了孩子不敢承担，怕呢就把他直接打掉。怎么能说打就打呢？敢于承担吗？连承担的勇气也没有。而最可恶的是，让我最讨厌的是第3点，也是现在出现在很多孩子身上的一点。我最近特别后悔我主持了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已经主持了有3年。当初的2个人在一起，家里操办的特别好，年纪轻轻买了别墅，有了车，生了孩子，全是父母操办的，工作单位也不错。
但是似乎这一切都来得太理所当然。父母搭建好的小窝已经完成了，但是中间的精神文明建设根本没有起来，直至今天他们俩之间要离婚，他们觉得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而走在一起，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在埋怨父母，这就是让我最讨厌的。左手向父母要支撑，结婚拿钱来，工作不好给我安排工作，右手又不服管，我要自由，你凭什么要自由？左手要靠着父母养，右手说我要个性，我要自由，你凭什么要自由？你比他大3岁，你口口声声在指责他，他至少知错就改，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你压根不知道。你一个比他大3岁的女人，你在赖人家说人家不成熟，你成熟在哪儿，姑娘？如各位老师所说，我也是相同的观点。两人水平相同，就共同成长喽，共同经历风雨喽。那么这些所有的往事，将来还可以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就从我刚才所说的这3个方面：第一，要敢于独立；第二，要敢于承担；第三，不要左手要着供养，右手又要着自由，自相矛盾。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彼此之间的秘密是什么，如果你们之间的秘密，但凡是有一个是对将来生活的憧憬，敢于迈出这一步，我会真心的祝福你。接下来是你们俩自己的一个时间哈，一起进入黄金60秒。小丹，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每一天看到你微笑都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你总是说我不成熟、不稳重，什么都做不好，但是其实我为我们这段感情做了很多。如果你一会儿看到我的宝箱后，我觉得你会回心转意，我真的想和你在一起，想和你有一个未来。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跟你分手。从我把孩子做掉了那时候，我就决心要跟你分手了，因为你的幼稚真的让我看不到未来。还有我们双方父母都不同意，你说我都27了，我再等你2年我都30了，我还咋嫁人呢？我觉得咱们今天就分手吧，然后你去找你的幸福，我去找我的未来。请亮灯哈，你要去找未来是吧？可是他刚才说他今天箱子里藏的那个秘密也许能让他回心转意。来，请回2位，你去他那儿看他的秘密，你去他那儿看他的秘密。来，请关门。大家看好他们这一段恋情吗？看好就请按赞成，不看好就请按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有84.21%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俩还挺有戏的。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想。姑娘，你选择的是？不赞成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生一点都没有东北男子汉的气概。东北男生最疼的就是老婆。是吗？是，就像我爸爸对我妈妈特别好。我感觉男人就不应该打女人。女人她当然也不能打男人，你说呢？女人可以打男人。这很有意思。女人为什么可以打男人？女人呢就应该就是受男人的呵护保护。我们又呵护又保护，你们干嘛打我们呀？其实我感觉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女生变汉子了，男生变娘了。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性别的极端物种。哎，我倒觉得这姑娘说这话说的特好，就因为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才出了一堆问题。她要男人都是男人，女人都是女人，就不会这样了。咱别变汉子啊！哎，来，小伙子，你选的是什么？我选的是赞成。每个人都可以成熟，只要有时间的话，这段感情还是可以维护的啊。行，谢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数5个数，看看他们在看过对方留下来的秘密之后，会做怎样的决定。5、4、3、2、1、4、3、2、1，请开门。就是爱哎，你不是要找未来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特别想分享一下这个箱子到底有什么大秘密。我为他买了房子，并付了首付。我一直都想和他有一个家，我想让他知道，我不是用嘴来说，而是用实际行动。可以呀，哥们儿！哎呀，可以，这全是谁的钱啊？
有我2年来工作的积蓄，也有我父母的一些钱。本来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的，但是之后因为发生这些事情，他的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所以只能借助这次机会。兄弟，以后不要老给惊喜，生活就生活，你老惊喜，洗不了都惊着了。你那秘密，我能看看吗？哎呦，这什么呀？他送我的手链，定情信物啊。本来打算今天我们就要分手了，然后把这还他。你还是别还我了，我就给你带上吧。祝福他们，来，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哎，谢谢你们啊！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感谢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婚纱摄影套。各位，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我愿意一辈子陪你在一起，虽然我还是很不成熟，我愿意为你改变，为你奉献所有。钥匙，我真的想带他去找幸福，可以吗？不可以。觉得我俩挺幸福的。你们俩挺幸福的啊。行吧，他的未来不就是你的幸福？你的幸福就是他的未来，是吧？是。记住这句话啊，2位请回。